這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一幕，紅軍瀕臨絕境，一場會議在遵義悄然召開。短短3天，它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，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。危局之中，方向變了，隊伍活了。這場會議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分量？上集說到，左傾教條主義把紅軍逼到了絕境，中央遭紅軍從8萬銳減到3萬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一路的失利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，照搬本本迷信蘇聯經驗的那一套，在中國到底行不行得通？血的教訓擺在眼前，答案不言自明。人心開始轉向那條真正了解中國實際、從實際出發的正確路線。1935年1月15日到17日，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。會議直指當下最核心的軍事問題，嚴肅批評博古、李德兩人脫離實際的錯誤軍事指揮，正式終結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。會議選舉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後續改組軍事指揮小組，由毛澤東牽頭負責紅軍軍事行動，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交到了深諳中国革命實情的人手中。指揮思路一改，戰局立刻反轉。紅軍重拾機動靈活的運動戰術，經典的4渡赤水戰役，聲東擊西，來回穿插，把幾十萬圍追的敵軍耍得團團轉，徹底跳出包圍圈，牢牢掌握行軍作戰主動權。同一支隊伍換對路線打法，立刻從被動挨打轉為主動突圍。遵義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，挽救了紅軍，挽救了中國革命，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。這也是我黨第一次拋開共產國際遠程干預，獨立自主用馬列原理解決自身路線與政策問題，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。陳雲後來評價，這次會議之後，黨的領導集體才算真正成熟。馬克思主義再好，也不能照搬本本，生搬硬套，只有把它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，才能找到真正管用的路。前4次圍剿取勝，第5次慘敗。遵義會議後起死回生，3段經歷清清楚楚印證，扎根實際才能走通道路，死守教條只會誤入死路。從教條束縛裡掙脫，走上實事求是之路，遵義會議翻開了長征與中國革命全新的篇章。如果這段黨史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歡迎點讚轉發，點擊主頁關注，後續繼續拆解更多硬核紅色歷史故事。